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最近这几天呢，有个天大的新闻，那就是川普夫妇感染了肺炎。毫无疑问，这对他们的个人健康来讲是一次严重的不幸。在此希望两位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。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，这件事既有弊又有利。有些人说有利于川普的选情，同时又有人说川普没有拿到同情票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会从大数据看川普到底有没有拿到同情票。然后引出本期节目的主要话题，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同情弱者的社会，并深度探讨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川普在10月1日发表推文表示，自己和夫人感染病毒，将会马上进行隔离和治疗。同日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1年庆，中国网友欢呼雀跃，称呼是国庆献礼。之后川普被转移到 Walter Reed 医疗中心，这是一所全美最大的军事医院。在那里川普得到了专业医疗团队的恢复治疗。3天之后，川普病情好转，就急于返回了白宫工作。川普面临大选的时候感染病毒，关于这件事对川普的选情的影响众说纷纭，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会极大的对川普不利。首先，川普和拜登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就一直是双方互相攻击的一大焦点。川普在感染病毒，个人身体健康受到影响，自然会打击支持者们的信心。另外，川普感染对整个竞选团队不利，难以避免的会影响到和川普近距离接触的人员，还会影响到川普竞选造势等活动的行程和安排等等。首先，我们要肯定这是一个坏消息，没有人愿意感染病毒，但是既然发生了，坏的事情也可能会带来有利的影响。正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们都知道川普喜欢发推特，有些人批评他推特治国，但我认为这是应该值得赞扬的。推特是一个公开的平台，把总统和普通公民直接联系起来，绕过了传统媒体的中间媒介。很多关于川普的信息都是川普自己在推特上第一时间公开的，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争抢第一时间报道和一手资料等行业垄断。川普在感染病毒之后，我就有不时的关注他的推特。我有注意到，在10月1日川普宣布感染之前，川普的推文大多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的转发量和按赞数，但是在10月1日之后，川普的推文关注度明显大幅提升，随便一条都有几十万的转发和按赞。川普第二天好转的消息更是有120万的按赞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然后我利用大数据查看了川普推特粉丝数量变化的曲线。从最近1个月的数据来看，在10月1日之前，川普粉丝数量是以非常稳定的速度增长，但在10月1日之后，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大幅度提升。这当然是川普确诊疫情的结果，这主要得益于2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川普感染肺炎这个大新闻扩大了川普的曝光度，让本来不关心川普甚至是不关心政治的人站了出来。第二个，就是中立的人和本来不支持川普的人对川普产生了同情。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交媒体，而且推特只是众多社交媒体中的其中一个，但推特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整个社会对川普的关注度的上升。所以说，我认为川普的确诊是有拿到同情票的。其实从最一开始我就认为确诊病毒会得到选民的同情，我是有理论依据的。当一个人尊重天赋人权和民主平等的时候，就会更容易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，抛开一切所谓的种族、国籍、头衔等等，单纯的看待一个人作为人的本身，这就会更容易产生理解和同情。美国是一个有信仰的民主国家，为什么民主国家大多信仰基督教？因为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倡导人生而平等。而中国呢，不只是没有信仰，反而可以说是信仰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称为社会进化论，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，相信自然界的适者生存、优胜劣汰对人类社会同样适用。这些所谓的弱肉强食、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而平等，把人分为强者和弱者，优秀的和劣质的，认为强者是更适合社会的优胜者，弱者就是应该被强者蚕食，就是应该被社会所淘汰，也就是把社会不公平、种族主义和歧视等合理化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信奉的这些，在本质上和西方国家的民主、人权等信仰是冲突的。所以在人生而平等、人权至上为主流信仰的国家里，
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会盛行。那相反的，在一个权力集中的专制强权社会里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了一种信仰。一方面呢，社会达尔文主义能服务于统治者，让被统治阶层崇拜和臣服，同时为强权的行为证明。例如，一些中国人的言论，中共不需要合法性，枪杆子里出政权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共产党能赢就是合理的，这些也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。另一方面呢，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来讲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了人民无视弱者和社会不公平的借口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甘愿选择岁月静好，不要多管闲事，成为了中国普遍的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头禅。2011年的10月，2岁女童小月月在马路上先后被2辆汽车碾压，18位路人见死不救，最终身亡。中国社会的冷漠是每个中国人都深有体会的，我相信不需要列举更多的例子了。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，自然也就是一个崇拜强权，不会同情弱者的社会，是造成中国社会人情冷漠、世态炎凉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说，在理论上讲，川普感染病毒能够赢得美国人的同情心，但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就不会，因为中国是一个崇拜强权的社会，统治者作为最大的强权，必须要时刻保持强有力的形象，身体的健康也是这种形象的重要体现。一旦处于权力中心的统治者身体出现状况，对强权崇拜的瓦解就会导致政权的瓦解。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，统治者的健康问题一直都是国家机密，甚至是统治者死亡都会密不发丧，直到新的继承者站稳脚跟。所以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，不是美国的总统，而是中国的皇帝确诊病毒，一定不会试图打同情牌对外公布，这样会打击支持者对强权的崇拜，而不是同情，同时又会让政敌有机可乘。而美国不像中国，总统的权力来自于人民，即便是国家元首出了问题，也不会影响到整个政权的稳定。人民信仰民主和人权，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，所以人们更愿意抛弃川普作为共和党、作为总统、作为富豪等等这些头衔，单纯的从他作为一个人，一个年迈的为民选政府工作的老人去看待他，因此同情牌才会有效果。政治热点也需要放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去分析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们讨论了辱华背后的真相和来历，和为什么小粉红被社会主义的铁拳也砸不醒的原因。网友 Vincent T. Salazar 说，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曾说，为什么一个政权要禁止言论自由，只有3个解释。1. 他过去做过坏事而怕人提起。2. 他正在做坏事，怕人们批评。3. 他准备做坏事，怕人们揭露。总之，禁止言论一定与坏事有关，绝对不会是好事。网友发阔固回复说，中共这3条全占。网友 VR 说，白人不喜欢你，顶多远离你，但是华人要不喜欢你，你麻烦就大了。各种算计、阴招、损招、穿小鞋、打报告、扣帽子、八卦你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孙子兵法、36计、厚黑学，还有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，做华人真的比白人辛苦太多了。网友 Jack William 说，有一日，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讨论哪个国家最排华，谁是反华势力，于是开始列举：限制华人生育，限制华人迁徙，限制华人购车购房，限制华人子女上学，强拆华人房屋，强摘华人器官，强迫华人缴纳苛捐杂税，大规模驱赶华人离京，大规模性侵华人的孩子，剥夺华人的公民权利和基本福利。最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网友蔡军磊回复说，中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辱华组织。网友历史灰记录说，内这个单词本身的意思是黑色，也没有歧视，后来变成了歧视，来表示 Sikh-men 是有歧视的。问题是 Sikh-men 到现在都没有演变成歧视的意思，而且内这个词除了用来形容黑人之外，还有形容过其他人种吗？ Sikh-men 除了形容中国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形容过。最后网友屌金刚说，希望我们能在阳光下没有恐惧的相见。一个如此简单的要求，却成为了我们华人的奢望，但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